两岸和谈胜过台美友好，谁在替中国解套？危险！美国准备放弃第一岛链，时间不在台湾这一边。这串惊悚的问句背后，牵动着台湾的未来走向与亚洲的安全格局。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拆解表面的说法，看看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近年来，每当国际局势出现风吹草动，台湾内部就会冒出一股以美论的声音，怀疑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否靠得住。这股情绪其实由来已久。二次大战后，美国曾在亚洲部署防线，但一开始并没有明确将台湾纳入保护范围。1950年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划定西太平洋防御圈时，没有把台湾算进去。然而历史急转弯，同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共虎视眈眈准备攻台，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刻派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防卫。自此，美国认识到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将台湾视为第一岛链的重要一环来防堵共产阵营的扩张。从那时起，放弃台湾就不再是美国能轻易冒险的选项。即便如此，台湾还是多次体会到大国博弈下的含义。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转向北京，一度让台湾人心惶惶。然而美国旋即通过《台湾关系法》，承诺继续提供台湾防御所需协助，等于给台湾一把法律层面的安全锁。这说明即使在中美关系风蜜月期，华府仍不愿真的丢下台湾。可是以美的阴影从未完全消散，有人总担心哪天美国会为自身利益与北京做交易，把台湾当成棋子牺牲。最近几年，以美论又有卷土重来之势。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的画面，让不少台湾民众心头一紧，担心今日喀布尔，明日台北。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没有直接出兵，只提供军援，这也被某些人解读为美国不愿与核大国正面冲突，到头来盟友只能孤军奋战。于是一些亲北京或悲观论调开始传播，美国人不会为台湾而战，关键时刻美军根本不可能来，等等。前总统马英九就曾多次公开宣称，若两岸开战，美军援助台湾的机会不大，原因是美国内部民意不支持，距离遥远且解放军导弹足以拒美于千里之外。他甚至断言，中共对台策略是首战即终战，企图在美军介入前就结束战斗。因此台湾等不到美军来，这番唱衰台美合作、看低美国决心的言论在台湾社会投下震撼弹。执政党谴责这是在恐吓台湾人民，等于替北京宣传外人靠不住的讯息。的确，马英九的观点与中共官方口径不谋而合。北京长期对台湾强调的也是台独是绝路，外部势力靠不住，意思就是告诉台湾不要指望美国。北京当局非常乐于见到台湾出现以美反美的声音，中国官媒和官员抓住一切机会来加深这种印象。例如近日美国有媒体发表文章称，解放军飞弹火力强大，足以在美军救援抵达前瘫痪台湾，美国恐怕无力保台。中国国务院台办随即高调引用这篇报道，宣称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外人插手也没有用，再度强调外人靠不住，统一挡不住。北京透过这类话术向台湾民众施加心理压力，意图削弱台湾对美国的信心。只要台湾内部对美产生怀疑、离心，美日同盟体系在第一岛链的防线就会出现裂缝，这正中北京下怀。可以说，每一次有人鼓吹美国会背弃台湾，都是在替中国解套，帮助中国达成离间台美的战略目标。那么，美国究竟有无可能放弃第一岛链后撤防线，以牺牲台湾来求自保？最近确实有一些动作引发了这方面的联想。美军和日军今年宣布将陆续把驻冲绳的一部分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调往关岛。冲绳位于第一岛链的最前沿，长期驻扎着大量美军，突然传出部分兵力后撤二岛链部署，使不少人警觉，美国是不是怯阵了？表面看，美军好像在后退，实际上这更像是一盘新的部署棋局。军事专家指出，这次调整并非削弱第一岛链防御，而是战略再平衡。为了强化对中共的威慑，
同时考虑到冲绳居民常年承受美军基地的社会压力，需要减轻负担。美日两国其实早在2006年就讨论驻军重组，目标是把美军更分散部署在西太平洋各处，提高灵活性和生存力。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东京政府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在西南诸岛增设飞弹部队、防空雷达，部署反舰飞弹和2栖旅团于与那国岛、宫古岛等第一岛链据点，以加强封锁宫古海峡等战略要道。换句话说，美日同盟不是在退缩，而是在升级转型。美军略微后移以疏解驻地压力，但并未离开亚洲。美日双方正打造更紧密的一体化防御网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最近明言，美日同盟从未如此强大。双方承诺要现代化同盟的指挥系统，并扩大在日本西南群岛的联合驻军存在。例如，美军正在日本部署先进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协助日本强化离岛防卫。同时，日本也开始研发巡弋导弹，购买美制防区外武器，加强自身军力。不仅如此，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美国盟友也在行动。澳洲透过 AUKUS 联盟将获得先进潜艇，用于南太平洋巡弋。菲律宾则重新开放多处军事基地供美军轮驻，双方防务合作升温。这一系列举措都是在第一岛链上织密防线的组成部分。试问，如此大张旗鼓，美国哪有要撒手不管的迹象？有人可能问，可是美军从冲绳走了一部分，不就等于第一岛链变弱吗？事实恰恰相反。首先，现在关岛等地部署的美军同样能辐射台海，一旦有事，他们可以迅速驰援。其次，美军此举避免了把太多鸡蛋放在冲绳一个篮子里。要知道，解放军导弹现在瞄准着第一岛链上所有固定基地，美军分散兵力，减少再单一点的暴露，就是增加战时存活率。再次，日本军队能力提升后，自身能坚守岛链要点，美军哪怕临时调整，也有日本自卫队填上缺口。最后也是很关键的，美军这样做是争取东道国民意。冲绳居民常年抱怨基地带来噪音、事故等问题，美军部分后撤可以平息不满，让驻军更稳固长远地留下。想象一下，如果因为冲绳民意反弹导致日本要求美军全部撤走，那才真是灾难。现在提前做好优化，反而确保了驻军的政治可持续性。所以，与其说美国放弃第一岛链，不如说美国在强化第一岛链的持久战力。正因如此，前白宫国安顾问约翰·波顿也提醒，美日等盟友必须紧密协防，不能让北京有机可乘，在岛链某处打开缺口。一旦中国突破第一岛链任何一环，其余国家与整个太平洋地区都将面临更大风险。波顿的警告点出了一个重点，第一岛链对美国及盟国安全至关重要，绝非说丢就丢的。再看美国自身的政策定位，2025年，美国政府发布了最新国家安全战略，清楚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定义为最主要的体系性竞争者，并强调决胜关键在印太地区。报告中白纸黑字地强调，美国将维持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巩固第一岛链防卫，组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确保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前线伙伴安全。换句话说，印太优先，防线前移，已是美国两党共识。不管美国政坛如何内耗，他们对中国崛起的戒心高度一致，没有人真相信退让就能换来和平。事实上，美国近年在西太的军事存在不减反增，除了传统力量外，还增添了太空、网络、无人机、高超音速武器等新战力，只为在未来可能的冲突中保持优势。这一切都是在为守住第一岛链做准备。倘若美国真有意放弃台湾这个岛链要塞，他就不会投入这么多资源在此，也不会拉着盟友一起绷紧神经。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台湾对美国有多重要？答案是非常重要，重要到让美国不敢轻言放弃。台湾的战略价值主要体现在地缘与经济两大方面。先谈地缘位置，翻开地图可以看到，台湾恰恰坐落在东亚大陆边缘往西太平洋延伸的一连串岛链中间，北接琉球群岛，南望菲律宾群岛，扼守着进出西太平洋的要冲。俗话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台湾就像第一岛链的咽喉，卡在中国通往太平洋的大门口，
如果这扇门被中国拿下，那么解放军海军将长驱直入太平洋腹地，美军在关岛、夏威夷乃至未来在整个太平洋的防线都将被迫后撤数千公里。到那时，不仅台湾自身陷落，日本和菲律宾的侧翼也被暴露，美国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岛链防御圈将土崩瓦解。正因如此，有军事专家把台湾比喻为太平洋的门栓，门栓一拔起，房门洞开，强盗就能长驱直入。从历史上看，台湾位置的关键性早被各方认识。1895年，日本从清朝手中夺取台湾，就是为了南下封锁中国海岸。二战后期，美军夺回菲律宾，却因战事结束未登陆台湾，杜绝了苏联插足台湾的机会，从而让美国在东亚维持海上优势。可以说，台湾在战略上有着不沉的航空母舰之称，其价值怎能等闲视之？美国国防圈的人非常清楚这点。前面提到的波顿所说，中国若攻下一处，整条岛链皆危，指的就是台湾或琉球等关键点，一旦失守，整个防线连锁崩解的风险。对华盛顿而言，台湾不仅仅是道义上的民主伙伴，更是关乎美国本土防御纵深的重要棋子。这棋子不是可以随便丢掉的卒子，而更像至关重要的车马炮。甚至胜败手中的后，国际战略博弈讲求现实主义，在冷冰冰的计算里，台湾的价值绝对远高于美国从中获利的任何交换条件。试想，美国若真放弃台湾，马上面临日本和韩国的信任崩盘，亚太盟友体系瓦解，那将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末日。这种代价，美国政军领袖岂会不清楚？除了军事地缘，经济与科技价值也让台湾举足轻重。台湾是全球高科技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特别是在晶片半导体领域占据垄断地位。全球先进晶片有超过90%都产自台湾，一旦台湾落入北京掌控，中国将等于握到世界产业的命脉，这对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是不可接受的威胁。也因此，美国这些年一方面强化对台高科技合作，另一方面也开始分散供应链，防止中国以武力夺取台积电等企业。西方各国近来频繁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全球经济安全的重要性，言下之意就是台湾若有闪失，全球晶片断供，大家都要遭殃。对美国来说，保护台湾某种程度也是在保护自家高科技产业。试问，当前美中竞争激烈，美国岂会坐视中国吞下台湾后实现晶片弯道超车？综合战略与经济两方面，台湾的价值不言而喻。正因台湾太重要，反而成为北京眼中钉。中共政权深知有美日撑腰的台湾一天不倒，他的海空军就永远被噎在近海，战略第二岛链的梦想就难以实现。同时，国内老百姓也质疑，连台湾都拿不回来，谈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北京不会放弃对台野心。然而，也正是由于台湾不可或缺的价值，自由世界才更不会放弃台湾。双方都志在必得，这就是台海局势棘手之处。面对剑拔弩张的台海氛围，许多人本能地向往和平解决之道，有些论调便主张两岸坐下来谈判，签和平协议，总比一面倒靠美国更胜战争威胁吧。这听起来很合理，很动听，毕竟谁不希望不战而和？问题是，这样的和谈愿景是否真实可行？硬币有两面，表面上是和平，背后可能隐藏的是陷阱。民间有句俗语，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用在中共对台统战上再贴切不过。北京嘴上也常说愿意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谈判和平统一，看似温和，其实设下了无法逾越的前提，要求台湾承认自己是中国一部分。试问，若台湾政府真照单全收，接受所谓一中原则，开启谈判，那后续还有什么好谈？顶多谈的是怎么统一，而不是要不要统一。中共从未放弃的终极目标就是把台湾纳入其统治，这一点毫无妥协空间。换言之，所谓的两岸和谈和平，目前看来只是一厢情愿。北京心目中的和平，指的是台湾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接受中共统一，但台湾人民想要的和平是两岸相安无事，彼此尊重主权。这两种定义完全冲突，你能指望一场谈判
同时满足侵略者的野心和被侵略者的尊严吗？历史教训也一再证明，对集权政府不能寄望于口头和平保证。香港的例子历历在目，当初北京承诺一国两制50年不变，结果不到23年就撕毁承诺，强推国安法，让香港自由荡然无存。香港人用惨痛经历证明，中共签订的协议可以随意弃置，一纸承诺转眼成空。今天的台湾人看在眼里，谁还敢相信北京开出的所谓和平协议？尤其在中共2019年明确提出台湾一国两制方案后，台湾朝野几乎异口同声表示无法接受，因为那根本不是和平共存，而是要台湾放弃民主自治，接受变相投降。即便如此，台湾内部仍有一些声音对北京抱有幻想。有人说，也许可以像芬兰话那样，在美中之间维持中立地位。有人甚至主张台湾干脆当个中立国，在美中之间搞平衡，还宣称台湾可以扮演美中之间的调停人，为大国桥梁。一些在野政治人物也反复强调和平协议的重要性，好像只要民进党政府肯放弃抗中保台立场，转而跟北京谈判，就能换来太平。可是，台湾能成为东方瑞士吗？现实非常残酷，台湾不具备成为中立国的条件。中立国的先决条件是周边强权愿意承认你的中立地位并加以保障。瑞士之所以中立，是因为欧洲列强彼此妥协同意。冷战时期的奥地利中立也是美苏协商的结果。然而北京从未同意让台湾保持任何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更不可能允许台湾中立。对中共而言，台湾不是别的国家，而是他宣称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怎么可能承认你独立中立？试想，假如台湾宣布我们在美中之间保持中立，不选边，北京会收手，不再文攻武吓吗？不，他只会高兴地说，太好了，你先跟美国疏远，中立的下一步就是回归我怀抱。同样，美国也不会为台湾的中立背书。美中都把台湾看成攸关各自利益的关键点，不是谁都无所谓的小国。在这种地缘态势下，台湾想置身事外几乎是不可能的奢望。台湾早已深度融入民主阵营，不论经济、价值观还是安全上，都离不开西方。如果今日台湾试图宣称中立，远离美国，只会削弱自己的防卫力量，让北京有机可乘。没有了美日的安全网，中共随时可以翻脸不认账，把脆弱的台湾揽入掌握。可以说，在北京步步进逼下，台湾不是选择亲美或亲中的问题，而是必须在民主自由与独裁兼并之间做出选择。这不是我们好战，而是独裁者不给你第三条路走。明居正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由于地缘因素无法成为真正的中立国，最终只能选边站。而台湾多数民众已经用选票与民意表示，愿意站在自由民主的一边，而非与集权为伍。此外，那些鼓吹签两岸和平协议的人忽略了一个现实，和平协议需要双方都遵守才有效，如果一方不讲信义，协议就只是废纸。中共过去对香港、高龄、中日外交等种种协议的破坏，证明了他信奉的是强权逻辑，从来不把协议当回事。就算真的签了什么两岸和平协议，你能保证北京日后不翻脸？反观一旦台湾签下带有主权让渡意味的协议，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势必减弱，因为那等于台湾自己放弃了主权立场，美日也难再提供军事协助。那时台湾将进退失据，想反悔协议已丧失外援，不反悔就等着被和平演变吞并。这才是所谓和谈胜过台美友好背后的真风险。明老师警告的对，当前中共根本没有真正谈判的诚意和空间，强调两岸和谈只会让台湾松懈警惕，自缚手脚。现在北京嘴上喊和谈，手上却一刻不停增强军备，围堵台湾国际空间，这叫哪门子诚意？无非是诱使台湾自废武功，好让他不战而屈人之兵。古语云，两手准备，以战逼和。中共正是想一边摆出和谈橄榄枝，一边摆出军事大棒，令台湾内部意志涣散，最终不战自降。如果台湾有人呼应了这套操作，那真的是在帮中国解开困局，达成所愿。可以说，凡主张台湾远美亲中，单方面讨好北京以求和的人，
就是在替中共集权开门。他们的出发点也许是反战爱好和平，但很可能好心办坏事，把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境地。毕竟真正决定战争与和平的不是台湾单方面的态度，而是北京的野心大小和对风险的判断。倘若侵略者不放弃侵略念头，你跪地求和也换不来真正和平。这道理希望大家深思。前面提到以美论和和平协议论调，其实很多都不是凭空冒出，而是有脉络可循。中共对台策略的一环，就是利用统战和情报系统，在台湾内部培养代理人，散播有利于北京的论述。他们深谙离间之计，想方设法挑拨台湾与美日盟友的关系，甚至离间台湾朝野内部的团结。譬如北京常年透过经济利诱与人脉经营，影响台湾部分媒体和政治人物，让他们在公共舆论中替中共说话。我们常看到某些电视节目、报纸版面对中国大唱赞歌，对美国则极尽丑化怀疑之词，这背后往往有看不见的资金和指令。还有一些退役将领前正要受邀赴中访问，回来后频频发表两岸一家亲、美国靠不住等言论，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帮北京传声。更严重的是，中共甚至涉入台湾选举，企图影响政权走向，从资助亲中候选人到网军渗透社群带风向，其手段层出不穷。所有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让台湾朝向有利中共的方向改变。当我们问谁在替中国解套时，不妨仔细观察国内政坛和媒体上的种种亲中言行，其中有些恐怕并非单纯的不同立场，而是别有用心的布局。中共深知武力犯台风险高，代价大，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所以他非常积极地打心理战和舆论战。例如反复散播统一后给台湾更大自治空间，中国市场让你赚大钱等等甜言蜜语，引诱台湾部分工商界人士和年轻世代对中国好感增加，同时又强调美国只是利用台湾，不要做别人的棋子之类，让人对盟友起疑心。这一堂一边就是典型的统战手法。如果台湾有政党或领袖上钩，呼应了中共的主张，那最终受伤的将是整体台湾利益。现在我们所处的是全球反共大格局，不仅美国、日本、欧洲、印度等许多国家都对中共的扩张产生戒心，国际上形成某种程度民主国家联盟来围堵中共。北京的日子其实不好过，他巴不得有人替他缓解压力。假如台湾此时自绝于国际友人，倒向中共，那等于送给北京一根救命绳，国际包围圈出现缺口，他就能从容突破。而台湾一旦落单，面对庞然大物的中共政权将更加无力招架，届时别说和谈，恐怕要谈判的资格都没有，只能任人拿捏。这种剧本正是我们要全力避免的。幸运的是，多数台湾人民心里雪亮，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台湾民间反而更加支持提高自我防卫力量，也更加珍惜与美日的安全合作。民调显示，相较和中的空头支票，大家更信赖备战才能避战的务实之道。政府也在推动全民国防，延长义务役期至1年，加强后备军人训练等，目的就是筑起刺猬台湾，让中共不敢轻启战端。虽然北京对此气急败坏，批评台湾在搞全民皆兵，把年轻人送上战场，但这恰恰说明我们的防卫部署触动了他的神经。中共最希望看到的是台湾解除武装，社会分裂，那他就不用费吹灰之力坐享其成。而台湾越团结越强硬，自我保护能力越高，北京的侵略欲望就越会被浇冷水。谁在帮中国，谁在保台湾，其实十分明显，前者让你放下盾牌，后者劝你擦亮宝剑。值得庆幸的是，今日的台湾不再孤军奋战，随着中共这些年在南海扩张，在新疆压迫人权，在全世界搞战狼外交，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站到台湾这边来了。美国就不用说了，已经把保障台湾安全当成自身战略的一部分。日本这个邻居更是态度大转变，前首相安倍晋三生前反复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任政府延续提高军备的政策，针对台海冲突进行各种准备，日台关系正前所未有的紧密，这对牵制北京非常重要。韩国在过去较谨慎，
但也因朝鲜和中国的威胁，开始加强同美日的战略协调。2023年，美日韩三国领导人破天荒举行峰会，明确表示要合作维护印太和平，这其中自然涵盖台海稳定。澳大利亚则多次在国际场合重申反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并参与更多美日联合军演。印度虽然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但中印本身有边境矛盾，印度对中国崛起充满警惕，在国际会议上不时和西方一同质疑中共行径。欧洲国家过去距离遥远，关注较少，然而近年也开始觉醒。立陶宛敢于与台湾发展关系，不惜与北京翻脸，捷克、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纷纷派高层访台，表达支持。就连欧盟大国德国、法国也在调整对华政策。欧盟官方文件称，中国是制度性对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首度在战略概念中提及中国挑战。这些趋势表明，自由民主国家已渐渐形成共识，要携手对抗中共带来的威胁。这种国际形势的改变对台湾来说是极大的利多，意味着一旦台海发生危机，美国不会孤军作战，中共也将同时面对多国的联合反制。虽然各国出兵与否取决于当时政治考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国际经济制裁和外交围堵势必如排山倒海般向侵略者而来。中共如果胆敢对台动武，国际社会多半会祭出比对俄罗斯更严厉的制裁，因为台湾的重要性远高于乌克兰。届时中国经济将遭受毁灭性打击，国内动荡恐怕会动摇政权根本。习近平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迟迟不敢轻易一搏。当前北京对外尽量装出一副和平开放的样子，也是为了避免进一步激怒全球，把自己逼进死胡同。从这点看，时间未必站在北京那一边。如果国际围堵趋势不断加强，中共未来只会更孤立、更虚弱，那时候他要武力犯台将承受更大风险。国际力量对比在变，中国内部也不再是高歌猛进的态势。前些年大家谈到中国，印象都是经济高速发展，军力迅速壮大，仿佛时间拖得越久，中共就越强，台湾越危险。然而近来风向有了变化，中国经济出现明显放缓，房地产泡沫爆裂，失业率攀高，地方债务沉重，人口更是在2022年开始负增长，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严峻。经济学家预测，中国未来几年很难重回过去的2位数增长，反而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军事上，解放军尽管在硬件上日益强大，例如海军军舰数量世界第一，飞弹库存世界领先，但软肋也显而易见，从未有过实战经验，军队现代化管理和后勤能力存疑。今年中共火箭军高层突然经历大清洗，司令员政委双双神秘消失，传出涉贪腐和内部斗争问题。这支掌管对台、对美关键打击力的部队因人事整肃元气大伤，也暴露了解放军内部的不稳定。习近平上台后连番反腐和整肃军队高层，固然是为巩固军权，但也让许多具实战经验的老将遭到替换，以致军中充斥唯唯诺诺的自己人，而缺乏敢言真话的专业将领。军队士气和战力是否因人事政治化而受损，这些都画下了问号。更不用提中国社会对打一场现代化高科技战争究竟有多少心理准备。现在中国年轻世代多是独生子，习惯了安逸生活，真的要他们上战场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内心是否认同，这也是北京当局头疼的问题。总之，中共虽然表面强势，但内里暗藏不少危机，时间拖延下去，变数只会越来越多。而历史告诉我们，专制政权往往在看似强大的巅峰瞬间崩解，苏联就是例子。今天的中共或许不至于立刻崩溃，但如果国际持续围堵，国内矛盾累积加深，它未必撑得比台湾与民主阵营更久。也就是说，时间不在台湾这边，这句话有可能只是表象。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时间未必站在暴政那边。话说回来，时间究竟在谁那边，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时间。如果台湾浪费光阴，不思进取，当然敌人一天天壮大，我们相对处境就更险。但若台湾抓紧时间壮大自己，深化盟友合作，那我们的处境也会跟着改善。未来几年是关键窗口期，台湾正积极加强不对称战力，
引进更先进的飞弹、无人机，增购防空系统，提升后备动员，一步步把刺猬战略付诸实现。同时，台湾也在国际上广结善缘，务实推动与美日及欧洲各国的交流合作，这些努力都是在为自己争取安全空间。可以预见，只要台湾不自乱阵脚，美国没有理由也不敢轻易弃台，因为台湾展现出的坚定防卫能力与战略价值，足以令盟友信服和依赖。相反地，如果哪天台湾内部选择了一条亲中疏美的道路，让北京有机可乘，那真可能印证时间不在台湾这边的悲观预言。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时间拖得越久，台湾越被掏空，终将被对岸吞噬。庆幸的是，目前台湾主流民意并不支持倒向中国，即将上线的新政府无论哪党执政，都清楚人民对主权与安全的坚持。不管蓝绿政党有何分歧，守护台湾本身的生存发展是最大的共识。未来我们期待朝野能在国防安全议题上少内耗，多合作，一致对外。只要台湾自己不倒下，没有谁能替我们做决定。台湾的未来握在自己手中，这不是口号，而是历经风雨的宝贵教训。从1950年代的艰困到今天自由繁荣的社会，台湾走过无数难关，凭借的就是人民的毅力和智慧。面对新的挑战，我们依然要有这股自信。总结来说，两岸和谈胜过台美友好，这个命题看似爱好和平，其实经不起现实考验。和平当然是我们最殷切的期望，但绝非片面妥协就能实现。只有实力足够，盟友站稳，我们才能争取真正有尊严的和平。否则，弱者的和平不过是短暂的安静，最后换来更大的灾难。至于美国准备放弃第一岛链，种种迹象显示，美国非但没有退却，反而在伙伴合作和军事部署上更加积极，只不过方式更加灵活务实。我们不应被表面现象误导，而要看懂背后的大战略布局。谁在替中国解套这个问题，更提醒我们警惕内部的一生与统战手法，不要让别有用心者牵着走。最后谈到时间不在台湾这一边，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敌人的军力提高确实带来压力，但时间也可能成为集权的天敌。长远而言，民主国家有自我修复和结盟的灵活性，集权体制则可能因内部僵化而倒下。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撑过这段危险期，善用这段黄金期来提升自己。俗话说得好，备御不虞，为国常道。台湾唯有做好最坏准备，才能避免最坏情况发生。与其幻想不切实际的和谈，不如踏实经营台美日友好；与其忧心美国跑掉，不如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到谁都舍不得放手。当我们脚踏实地站稳阵脚，朋友自然会更加挺我们，敌人也会更加忌惮我们。和平不是靠祈求得来的，而是靠实力与决心赢来的。让我们牢记历史教训，珍惜眼前盟友情谊，同时强化自身防卫，团结一致，迎接挑战。这样一来，即便暴风雨来临，台湾也能屹立不摇。时间最终会站在捍卫自由的人们这一边，因为历史证明，奉行侵略扩张的暴政终将被自由与正义的力量所击败。国际大势如此，台湾的前途也是如此。让我们对未来保持信心，继续努力。和平虽珍贵，但自由与尊严更不能让渡。有了自由强固的台湾，和平才有真正保障。